常常听人说吃素没营养，吃肉才补身，身体不好的人更不能长期吃素，否则身体会越来越虚。或者说落实素食搭配吃营养才均衡等等的观点，这种观点有点受到西方现代科学养生观点的影响，初听之下似乎有些道理，但实际上细细分析起来却是存在很大问题的，尤其对于素食的认知以及养生的理念存在偏颇与误区。以前我也有类似的看法，但随着多年学习研究儒释道文化，加上自身的实修实证，尤其是对传统道家养生思想的深入挖掘领悟之后，我对于健康养生的认知也进一步升华了。真正的养生是性命双修，最高的养生是回归本然。吃素只是进行性命双修，达以回归本然的一个助力。对于真正懂得养生的人来说，吃素还只是第一步而已。所以说，吃素既是养生，又是修行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我将从道家、佛家以及现代科学的观点来揭秘素食与修行的奥秘。这个影片有点长，建议你耐心看完，一定能让你对健康养生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知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如果觉得我老头子说的有道理，就请按个赞吧。道家的观点，为什么说吃素是进行性命双修，达以回归本然的一个助力，且只是比较基础的助力呢？在入门修行以及修行功夫不高的情况下，吃素可以有助于净化身心，帮助修行者达到清净的境界。等到了修行功夫更进一层之后，吃素便满足不了修行者对自身身心的要求了。于是很多修行者到了那时，连素食甚至五谷都不吃了，觉得他们的能量都还不够高，于是选择服食一些能量层次更高的草药、茶叶或者炼制丹药。这就是道家传统的辟谷养生修行。由此可知，素食的能量比肉食要高。为什么呢？从中医五行角度去分析，很容易明白。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，只有木是具有生发作用的，所以能量也是最高的。而素食属于木，因而能量比其他食物来得高，特别是谷类，生发作用较一般素食更强，所以多吃谷类会有助于能量的提升。能量的提升主要是指阳气的提升。通达道家修行理念的人都知道，不管男女，修炼就是要不断化阴为阳，只是因为后天生理的差异，入手方法不一样。男人是前体，可直接炼精化气；女人是坤体，没有精而是血，所以要先炼血化气，等到斩断赤龙，回到同体，变成前体后，便和男人修炼的方法一样了。但男人的精与女人的血都属于后天阴浊之物，所以入手都要先将之炼化而去之。修炼就是一个不断化阴为阳而至纯阳的过程，即反后天为先天，回到最本来的那个状态。这种状态没有二无对立，
既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不是既有既无，也不是非有非无，超越了后天时神所能认知的一切，因而其实是没有任何名相的，只能假名为本来面目。道家假名之为道，佛家假名之为佛，说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，只是表法不同而已。这里不深入讲如何修炼，因而只点到为止，个人自悟。我只重点讲讲阴阳与养生的关系。最初的纯阳状态，道家名为无极，是不生不死的。一旦落入二元对立，有了阴阳之后，其实便落入了生死。而阴往往代表负能量，所有不好的情绪、妄念、贪欲都属于阴，会伤害人的身心健康。正常人健康的状态，就是能够让身心自然地阳生阴降，那些阴浊之物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。当阳不能生阴不能降时，身心就会出问题，经脉就会堵塞不通，这才是疾病的根源所在。而修炼者则会将体内阴气不断炼去，阳气日益充足，因而就会实现逆生长，最终返后天回先天。平常我们看一个人的身心状态，就能知道他体内阴盛还是阳盛。如果他体内阳气越来越盛的话，身心就会越来越健康，且越来越安静愉悦，大气豁达。反之，身体则越来越衰老，心态也会越来越阴郁低沉、狭隘偏执。经过不断的修行，不断的化去阴气，就会不断的后天返先天，到后来返老还童，身体像出生时一样阳气充足，心态也像儿童那样单纯本真。再到后来，甚至可以化去凡俗之胎，成仙成佛，那时便是转凡成圣，彻底超越了生死。所以修行者与不修行者的身心状态完全不一样，对于饮食的感觉也会不同。不修行者身心阴浊之气甚重，所以往往喜欢偏好吃肉、吃裸星，讨厌吃素，受不了一直吃素，心里杂念欲念多，又不能通过修行转化提升能量，所以吃素时一下子就饿了。而修行者因为身心越来越清净，他自然而然地更喜欢吃素食，而讨厌肉食落心。吃了肉食，身体就会不舒服，因为肉食的阴浊之气较重，会对修行造成不好的阻力与破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修行者越修到后面越来越喜欢素食，甚至辟谷的原因。所以修行者与不修行者对待饮食不能一概而论，这里建议不修行者也多吃素食，有助于修身养性，身心健康，但不强迫要求他们完全吃素，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身心条件去完全吃素，他们这样做会很痛苦。最好的吃素方式是自然而然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这样比较好，强迫为之反而不好。但对于这些人，可以选择吃3净肉。佛家的观点，佛教里对皈依且受了5戒的居士也没有要求一定要吃素，但只可以吃3净肉，这也是从他们具体情况考虑而设的开学。
那么什么是三净肉？一、眼不见杀；二、耳不闻杀；三、不为己所杀。修行重点在于自己的发心。五戒中的不杀生戒是为了培养人的慈悲心。吃肉时人们不可能因为慈悲心而去吃，大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罢了。所以佛陀对居士最低的要求便是至少要保持这条底线。而很多大乘经典，我们汉传佛教都主张吃素，甚至明令禁止吃肉，这是对修行人更高一层的要求了。下面我从佛家角度阐述一下为什么要吃素。佛家角度也可从养生与修行两个方面具体阐述。一、从佛家因果角度讲，第一，有因必有果，因果报应必不爽，吃别人肉迟早要还回去的。第二，肯定会产生业障，且成为轮回的业力。你这一生喜好吃他人肉，受这种习气业力的作用，你下一世一定会投生为具有相同习气的动物，继续吃肉造业。为吃肉而不断杀生，你的恶业会越积越重，受报也越来越重，只会在三恶道不断轮回，且在轮回中，你的正报及依报会越来越差。二、从修行角度，慈悲之心自不忍吃众生肉，且吃众生肉会产生业障，对修行有碍。有些人会说，很多出家人不是都吃肉吗？像南传佛教、藏传佛教等。不错，在小乘别解脱戒戒律里，是允许修行人吃肉的，但只能吃三净肉。然在楞伽、楞严、梵网、涅盘等北传大乘诸经里，则明令禁止，指出开许吃三净肉只是方便说，大乘行者理当彻底禁肉。如此可见，佛陀制戒是因人而异的，修行的境界不同，要求也不同。就像藏传佛教，修行人是可以吃三净肉的，但修法到了上面之后，也是要求吃素的。特别是修一些殊胜的法门，则必须要求吃素。在密宗续补就明示禁止吃肉。不过，修行人与不修行人吃肉还是有差异的。吃肉虽会造成一定的业障，但修行人懂得消业障的方法，并能精进修行的话，也能及时消除这些业障。但普通人不行，所以不能拿修行人来做比较。有些正空成圣的修行人，即使吃肉杀生，也不会再有业障，反而有能力超度这些众生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。因而吃不吃素并不是能否成道的决定因素，吃素会对成道有一定助力，吃肉则会对成道有一定阻碍。但不是说吃素的人就一定能成就，吃肉的人就一定不能成就，这个必须搞清楚。但真正修行的人，越修到后面，就自然而然越喜欢吃素，甚至辟谷，而他们的身心状态反映在外会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健康，反映在内则是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安详。三、现代科学的观点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或许佛道修行离他们生活有点远，那我就讲讲近点的，且从现代科学角度阐述一下吃素对身心健康的作用。
来自罗马林达大学的对素食主义者长达7年的研究显示，素食主义者比肉食者大约多活15年的时间。来自于英国的研究也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证明，对6000个案例进行了12年的追踪调查，其中有5000个肉食者。研究发现，在这段时间里，40%的素食者不太可能死于癌症，有20%很少死于其他疾病。素食者是能量最高的人群，这是科学证实。吃素的却更有益于身心健康。具体分析起来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素食是直接能量，素食只需要1至2个小时就消化了；肉食是间接能量，需要6至8个小时才能消化，消化成本很高，要消耗掉相当一部分的体内的元气。二、素食除了农药、虫或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以外，几乎很少带病毒，多数病毒都是由动物来传播的。素食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、酵素，肉类富含脂肪、胆固醇、寄生虫、重金属等容易致癌。三、素食的代谢物是碱性的，碱性体质让细菌、病毒、癌细胞活不下去。落食的代谢物是酸性的，酸性体质适合细菌、病毒、癌细胞生长。四、人体不需要蛋白质，需要的是氨基酸，而氨基酸的来源极其丰富。任何有生命的植物都富含氨基酸，肉类蛋白质需要经过消化分解成氨基酸，再合成人体所需的蛋白质。所以人体所需的蛋白质不是非要从动物身上才能获取的，而且消化肉食比较吃力，很多人的消化能力不足1/3，吃进去的肉很难消化，身体启动了肾上腺素的分泌来帮助消化肉，消化成本很高。五、肉食吃的都是动物的尸体，含有大量的尸毒，任何动物被杀的时候，内心都充满了痛苦、恐惧。吃肉的时候也包含了诸多的负能量，可见素食不仅能防癌、少病，起到美容、健身、延年益寿的作用，而且能够提高人的智慧，增长人的慈悲心。现代人对素食的认知逐渐深入，提倡素食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不管是出于宗教的理由、修行的理由，还是健康的理由，总之素食已经成为时尚潮流健康的标志生活。然而，深陷在充满各种污染源的现代人，虽有着各种设备与医院，却包装着一项可悲的事实：现代人百病丛生，病苦不断。当华丽的现代医学科技不再令人炫惑之际，不妨让我们重拾古老智慧的教导，例如佛陀开示的素食原则，以及西方医师之父希波克拉提斯的素食训诲等等。2000多年前，东西方不约而同的健康智慧，无不透露着素食与修行的奥秘，是每个追求身心健康者不能忽略的重大课题。01，素食是修行顺利成就的秘方之一。对于修行人来说，饮食比打坐更重要，因为人吃的食物
背后所涵盖的物质的营养素的会构成人的身体，无形的会成为人的思想、意念。因为许多修行的奥秘与素食相契，人与生存环境与浩瀚的宇宙之间彼此有密切的关系。宇宙至高的境界就像一片无止境的喜乐与宁静之阳，是一种最精细微妙的力量，也是爱、和平、纯洁和喜悦的呈现。当这种力量充满大自然时，周遭的环境是欢愉、宁静、清爽而又精神的，而慎选所吃的食物将会意想不到地滋养身心，帮助我们身体健康和心灵清净平和。我们所吃的食物由于性质的不同，对人体也有不同的影响。所有修行者莫不提倡素食，因为所有的谷类、水果、蔬菜、葱、蒜、蟹除外，豆类等植物性食品能创造一个纯净的身体及神经系统，使我们身体变得很健康、纯洁、轻松和精力充沛，而且心灵很平静，受控制而感到快乐。所以素食是符合宇宙生息自然法则下的生存方式。若想要与宇宙伟大的力量相融合，了解生命的意义与方向，素食是很好的善巧方便。02吃素能清净80天。佛门认为有情生命具有80，前60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第7末内识，第8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翻译成中文就叫藏识，藏识是我们所做的善恶的种子，种善因就结善果，种恶因就结恶果，所以又叫做80天。正确合理的素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轻松、舒畅、清净80天。清净的身与心才能感受到宇宙的奥秘，承受宇宙能量的融合。清净的身对饮食要求非常重要，素食能让身体变得轻松、舒畅。当身体在比较纯净的状态时，心念较易调适，万法为心造，心才是器物世间创造的源头，唯有导正心念，器物世间才有可能被导正。慈悲智慧的心念正是最强的能量，最大的正念。所有业力的种子都含藏在80天中，尤其最重的业是杀业，有许多的怨气、嗔恨之气都结集在当中。吃素可以终止在与众生结杀业的机会，不论是亲手杀或间接杀，如此不再向80天中丢掷恶业的种子，自然能够遂间滋长纯净、祥和的善业种子。所以不吃肉食，不论身或心方面，对于80天的清净都很有帮助。03吃素能让气脉畅通，气脉与我们的健康有莫大的关联。只要气脉畅通，此人必定非常健康，同时此人也是修行有成就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气脉的畅通与否与业力有莫大的互动因素。中脉是业力的储藏所，恶因就是气脉不畅通的原因。当气脉的业障全部净除时，
便可离开梦幻泡影，离开三界。善业越多，气脉越畅通；相反的，恶业越多，气脉越不畅通。而修行正是要不断地增加善业，减少恶业。所以当气脉越来越畅通时，健康与修行都得到了进步。吃素正是减少这些恶业累积在气脉的机会。因为当动物将被宰杀时，由于恐慌、害怕、愤怒之气充塞在肉身中，形成尸毒。若吃下了这些肉，等于是吃了许多的恶气和毒素进入体内，对于身体的健康或是心灵的纯净、稳定没有丝毫的帮助，百害无一利。行善越多，善因储藏进中脉，气脉就越畅通。所以行善可以净除气脉。吃素是慈悲自己及别人的善行，一切的行善都能带来中脉的畅通。中脉全部畅通，也就是出三界，也就是究竟成就。心气不二，慈悲的心，愉快的心情是帮助气脉畅通的重要法则。只要心清净了，气脉也就跟着畅通无阻。04，吃素能让磁场祥和。一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，能够感召不同的磁场状况。气有多种，最起码可以分为黑白两种，也可以说是清浊两种。恶业就感召黑气即浊气，亦即业结气；善业就感召白气即清气，亦即智慧气。心气不二，智慧开展，能够感召白气；慈悲开展，也可以感召白气。一个人周遭的磁场就是业力的显现。大乘入楞伽经中说，食肉之人，众生见之，悉皆惊怖。食肉者，身体臭秽，贤圣善人，不用亲暇；食肉者，诸天远离，口气长臭，增长疾病，一生疮癣。所以吃素可以感召吉祥平顺，因为散发出的是善的磁场，自然会聚善的气氛。05，吃素容易入定。入定的状态使身心呈现一种安稳、放松的状况，气脉畅通，身自然放松，业力干扰少，妄念少，心自然容易安定。吃素可使身心避免受到浑浊之气的干扰，而趋向稳定、纯净、宁静，和宇宙祥和、喜悦的脉动相符，自然容易入此定境当中。定境是平和、安稳的，和杀生的暴戾之气、痛苦哀嚎不同。定境是充满喜悦的，和杀生的惊恐、不安不同。定境是充满光明的，和杀业的黑暗、下堕不同。吃素正是带我们的身心走向平和、喜悦、光明。因为我们的生存不是借着其他的生命换取来的，血液中流着的应是心安理得的安然，而不是暴躁不安的焦躁。06，吃素常养大悲三昧。慈悲是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美德，可
可以说，越高的法门就越需要慈悲的人才能成就。当一个人慈悲时，整个的身体都呈现出非常柔软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柔软与慈悲合在一起，因为事实上身心是互相影响的。当心慈悲了，身自然就柔软，故柔软慈悲不只描述了心，也描述了身的状态。吃素正是慈悲的另一种呈现，因为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，在生死中轮回不息，没有不曾做过父母、兄弟、眷属乃至亲朋好友的，甚至轮回成鸟身、畜生等的。佛经中说过，你吃过的每一口肉都是你的亲人，因为与你没缘的话是不会到你嘴边的。因为泯念一切众生与自己都曾互为眷属过，每一位众生的生命和自己一样珍贵，都会怕痛怕死，而肉都是从生命体来的，由此不忍之心而吃素，加上素食本身对于身体就有洁净的滋养作用，借由身心两方面的配合，素食将可成就一位修行者遍满大悲无量心行的三昧禅定力，深深沐浴在慈悲的喜悦中。因此素食是修行的一大助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吃素即是养生又是修行，我祝你60吉祥，和和美美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